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重置版》召唤死灵的地狱流程。今天是地狱的第3章了。那本章打完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反复的 K 末，所以说我估计装备会打出来一些好的。因为我的装备啊，在噩梦的第4章之后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怎么更新。噩梦第4章呢，搞到了一个精神剑，这算是装备有了提升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。甚至一些装备呢是普通难度带来的。同样啊，咱们还是先把队伍建立起来，先把队伍拉起来啊。门口的这个黑暗流浪者拉了6个，加5敏捷不要了。LC 竟然加5敏捷，实在是垃圾啊！骷髅是10个，咱们继续。上一期呢，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你怎么不加鼓啊？鼓系的起码你加个鼓盾啊，能吸收一点伤害。”鼓盾这个呢，我考虑在地狱的第4章，咱们再搞起来。因为呢，鼓盾还受到其他的技能加成，你需要一系列下来3个技能，所以说需要的技能点稍多。但其实死灵这个职业啊，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。有鼓盾呢，只是更加的保险一点。行了，这样咱们捡到了第一个任务的道具。这张图啊，我基本上跑的差不多了，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结构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下。蜘蛛森林北侧是剥皮丛林，它俩是挨着的，这还比较不错。那庞大湿地在哪儿呢？庞大湿地在这2张地图的左侧，也就是西侧。它在西侧连接着蜘蛛森林还有剥皮丛林，所以说这3张图呢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。但是地图的左侧呢，咱们就不用去了。这里呢是巢穴，不是咱们要进的洞穴。但是呢，巢穴是和传送站在一起的，所以把这个点踩了。这里又看到了一个图腾的门。进一下，看看洞在不在这儿。这个新手会犯下进错洞的错误啊，但老手就不会了。好了，往里冲吧。冲的时候要一点一点来啊，不要想着一下子冲到头。因为死灵法师冲在前面呢，在地狱的难度，要注意节奏。带出怪之后呢，要往后跑，吸引你的小弟们上去。洞穴在这儿 ，TP 一下。这张图一般都需要你 TP 一下，或者呢你是绕个圆儿，兜一大圈跑过去。哦，这回这个燃烧者啊，他带的是圣雷光环，这个咱们不要离得太近了。而且你应该注意到它是带有诅咒的，这我如果着了诅咒，再吃一发圣雷的话，那就基本上了。之前也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，我怎么发现你的死灵法师特别怕毒啊？”是因为敌人的毒的攻击力太高了，我的毒抗到了地狱难度其实还是正的呢，正30左右，那也扛不住啊。就绿你一次之后，这个后劲很大。行了，这样前2个任务都可以交了。蚂蚁别忘了哦。幸会。又是全体顶着诅咒回来的。
这次呢是20点的血量上限啊，咱们现在血量大概是800左右。这个还不错，加生命，加电抗，还不错。这个留起来吧，看看有没有别的战士系的职业能够用到啊。我的箱子里啊，绝大部分是垃圾，但是啊，有一把泰坦。有什么需要效劳吗？我用过。不过亚马逊的话，我还是更喜欢公马呀。钻石还不能合，放这儿吧。其实严格来说呢，你出门探图的时候应该带一个这种无瑕的，遇到宝石神殿呢，就可以开出一个完美的。剥皮丛林，咱们去找剥皮地窖。但我现在呢玩的是离线模式啊，玩的不是战网的模式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现在战网你又要加速器或者怎样，就你很难保证流畅度，所以说我玩了一个离线模式。那离线模式呢，就没必要玩那么细了，包括很多素材我都不剪。因为你没必要去洗它呀，没必要去洗一些素材，所以说这种无瑕的宝石我也没带。但是如果是战网模式之下，那就玩的细一点，这个打出来的东西都算是资产了。不过划分两头啊，现在也很难玩的那么细了，没有那个耐心了。好，第2个任务的道具也捡了，咱们去下地窖了。全体呢又是一个被诅咒的形态，这你看啊，我在下地窖1层的时候全体被诅咒，现在我跑到了3层，全体又被诅咒了，等于在第2层呢又遇到了一个诅咒的怪。这个状态真的感觉死灵法师比别的角色带的要多呀。其实这个状态呢，对于法师来说相当的不利啊，受到的伤害增加。法师本来的体格就不大好，遇到敌方有一个会爆发的怪，那基本上顶着这个一发就会被秒。3层呢，就是跑4个角落。咱们出来的地方呢是西南角，哎，在这儿，好像在这儿啊。堵门也成啊，起码我呢安全一点啊。这个小 boss 会炸2次啊，等于他会爆2次装备。咱们把任务道具拿走。我拿不动了。实在。刀，我用。这个手套，哎，这个戒指不错，有偷取生命啊，偷取生命，而且呢加电抗啊，这个留着吧。这样其实地图比较难的地方就过来了，后面的地图呢就比较简单了，它是基本上是一条路。
见到这几个树就知道他们是守门的呀，守着商场大门的。啊，这个权杖要捡着，容易卖出高价呀。做不到。死灵法师还是比较需要钱的，尤其是咱们经常使用 TP 杖来赶路。我详细的算了一下 ，TP 杖使用一次2000多金币，2000是打不住的，2000多呀，所以说还是挺贵的。你如果用了30次出头的话，修一次需要7万多。所以说遇到之前的东西啊，咱们就要捡。这有口井，这个地方要注意找神殿，向南边开门的，还有下水道。下水道呢，4个入口。下水道这个图啊，如果你没有 TP 的话，真的是太恶心了啊！像这种就不成啊，这种呢，你看它是废弃的寺院。咱们去找门向南开的。哦，被冰风暴浇了呀！谢谢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啊！这个图呢对我不利啊！一进来呢，全体被诅咒了，而且都在怪堆里啊，被好几种怪围上了，还被崩了一下。这个地方，我如果没有这么好的石魔的话，恐怕要扑街。利用石魔挡了2波怪，走了2波位，这才活了下来。6毒素伤害需要等级6啊，这可以留着吧，给普通第1章的战士用。王冠点着，缓过来了，感觉刚才这一波其实挺危险的。突破口呢，就是放倒敌人1个人。书捡走，然后呢，咱们去下水道了。这个冰雨浇人真的疼啊！我想在这儿建立一下队伍啊，因为队伍减员2个。结果呢，小弟总在那儿带薪摸鱼啊，所以算了。这个货的 AI 实在是有点问题。下水道，哎，大家看我探的这个图啊，我是从整张下水道的左下角探到了右上角，后来发现呢，在右上角旁边有一块区域 ，TP 过来一看，在这儿。这个可以啊，挺会藏啊！我在里边走了好久好久啊，因为决定走的这个过程给大家剪掉嘛，所以我就没有舍得用 TP 杖。结果这真的走了好久，怪打了好多。级都升了1级啊！你好。走开！把这个属性点也拿了，现在已经74级了。会开始钻研其中的秘密。迪亚波罗，可以了，去搞评议会了。搞评议会之前呢，先把咱们身后这个地方清出来。往后带一带，往后带一带。前面的路比较窄，咱们的队伍呢人比较多，所以说不太适合在地形比较窄的地方打架。
地形比较宽呢，你可以利用人数优势啊，把你的队伍铺开。军权托克，打倒的是小的。好，轰出来链家了。他们打架呀，咱们捡东西。可以了，能合了。给你召唤物增加抗性的那个技能其实非常重要啊，就是在现阶段它起到了很高的作用，抵挡这些九头蛇。但是那个技能呢，越往后加，它的收益是越小的。我目前呢，其实只点了一点，其他呢是靠装备撑上来的。但即使是这样啊，我如果再想点下一点的话，它只加2点抗性。现在全面抗性呢是加50，我再点呢，它就是加52，所以这个收益大家想一下吧。那如果我后面再换一个精神盾的话，这样我的技能又上升了1点。那我如果再往上投入技能点数的话，可能它就涨1点，甚至呢你点好几点，它才涨1点抗性。所以说那个技能啊，虽然是比较有用，但是你投入1点就够了，其他的呢就靠装备来撑。这个货是不是给自己加血了呀？我感觉这个姿势不大对。半血。那这种情况呢，有小伙伴也给我留言了，说大叔你应该搞一把具有静电立场聚气的杖。这个想法呢其实很好，就遇到很强的怪的时候，你削弱他们一下，然后呢诅咒再一个石宝，基本上秒一大片。但是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离线模式啊没必要玩那么细啊。谢谢。这是第一，第二呢，我的经济也承受不起啊。一个 TT 杖呢，几乎把我所有的金币收益都吃掉了。再来一个静电立场聚气的，那简直了。谢谢。那就只能弹裤子了呀。哎，这个货不动了，你看啊，不动了。果然刚才那个体位呢不大对，在这儿他老实多了。我怎么又是一个全体被诅咒的姿态啊？这。其实每次我想看一下自己队伍的状态的时候，就感觉好虚啊。哦，倒了。那把女节之弓是不是就是女组长啊？哎，外边有人用冰雨教我。好了，砸碎。咱们要去搞老莫了。希望老莫给我报点好东西，对吧？应该回家整备一下，捡的这些东西也能卖不少钱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现在全体被诅咒，我也不敢下去。万一碰见一个银河娃娃在我旁边炸了，那我就没了呀。你好。这2样东西也能卖点钱吧？这都是刚刚捡的，2万1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才8800呀，那这也卖了3万呢。买点药。有一个符文啊，竟然捡了破1号。但是10号之前呢，都可以3合1嘛，所以说就留着了。你好。行了，出发，去打老莫了。希望呢，他给我报点好东西啊。上一期打个破虫子，只会搞黄色呀。这次我希望多一点暗金。搞那么多黄色没有用啊。有3个小怪清了。
这是留一个后路啊，万一咱们上面队伍崩了，回来能叫几个人头上去。哎，这边只有他自己啊。那行了，围起来打呀，这也算是打一个小精怪了。碎裂宝石啊，这种呢咱们没必要捡了。打老莫了，一个石魔顶，然后减速啊，基本上了，这样大局已定。看看他什么时候放毒啊！他如果打我的石魔，我是最开心了，因为石魔的血量现在近8000了，我还在加强它，就是有一个坚硬的小弟是多么重要的。看起来呢不大起眼，但实际上呢，它就拉升了你整体的队伍的生存能力。尤其是之前咱们进残破神殿的时候，有怪追我，我就用它上去顶了。或者呢，你把它扔到怪堆的中间，让别的骷髅兵还有小弟负责输出。好，我倒了一个骷髅，但是呢，老莫的血量也不多了呀。还剩大概不到1/4。谢谢。骷髅的硬度还可以，但我希望能再给他们升2级，让他们增加一下输出。看看给我爆什么吧。爆了爆了！哎，不对不对啊，都是幻觉，骗不到我的啊！地上肯定有2个乔丹之石，还有一个军帽，咱们重新看一下。帮我跟地狱问好。怎么这个货也这么会搞黄色呀？我感觉没什么可捡的东西啊，简直了！捡点破烂卖钱吧。灵魂之石算是暗金了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